东京是我2个月旅行的第2站。我喜欢东京的繁华、定时与秩序，因此去北京之前特别安排了停留几天。你好，我是 Easy Fish。我在东京的迷你 Airbnb 中过了几日，房子虽小，但在喜欢的城市中，依然过了几天安稳又丰富的生活。每次在街上看到孤独的美食家里五郎叔饿了找店吃饭，如此简单的故事，我总有强烈的共鸣。我们都是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角落，并专注地去享受它。早上起来，先去超市采购几天的食材。啊，热的，真好。398円。东京6日，我只做这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要去东京最热闹的地方。走在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上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。当周围有上千人同时移动，自己被人潮包裹，被嘈杂环绕，却没有人观察我时，背景反而像一种白噪音，让我在短暂的一刻彻底消失了，仿佛置身于宁静之中。我喜欢东京的繁华，正是因为它不是混乱，它的干净、整洁和礼貌过滤了生活中的生硬和粗糙。被这种秩序美包围，感官不是被冲击，而是被抚平。这给我不断变化的生活带来强大的安全和稳定感。我忽然产生了飞机上孤独的美食家五郎叔的感觉，饿了找餐馆吃饭。第一份定时，吉野家的牛肉饭。也许是第一次在涩谷吃到时留下了深刻印记吧。这种不变的可预期的味道，便成为每次的保留节目。一份加量牛肉，
配上半熟鸡蛋、纳豆、红姜丝，这一口就是我在变化的环境中找回的幸福感。用斜的吧？哎呀，有点尖呢，这到冬天麻烦。这个挺好的，放洗漱用品。这还可以放个牙刷，放护肤用品，放点零碎，可以。我的旅行收纳不只是为了整洁，更是通过物品的归位，在流动的居所中，让我重塑生活的掌控感。大江户古董市集，这是我在东京的第2件事，我慕名已久，这次终于赶上了。我认识的市集如巴黎，如多伦多，如巴塞罗那，但大江户市集却令我刮目相看。首先，每一件物品的卖相相当好，可见它们一直被善待。是什么扣吗？其次，每个摊位不管物品是多是少，都被精心布置。摊主们还时不时地整理摊位，让物品处于最佳展示状态。我刚刚清空了芝加哥地下室的收藏品，这套出价18000日元的 Wedgwood 的精致的迷你茶具，还是让我心动不已。我欣赏了许久，最终放回原处。尽管恋恋不舍，但我知道我不应该带走它，它应该有更好的归宿。我与这张木质的小面对视了一会儿，他的表情随着我的手动发生了轻微变化。7000日元就可以拥有，但我最终还是放下了它。这是个能量很重的文化符号，我无法带着它继续旅行。我被这件小牙签罐的圆鼓鼓的造型和传统的图案所吸引，出价1000日元。正在我放下它，思考了几秒钟，决定把它买走时，我发现它已经不在我的视线中了。我心里这个懊恼呀！最终我什么都没有带走。我来到这个美妙的市集，触摸了喜欢的物品，把它们留在了我的镜头里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吧。离开市集，经过一队人，有人塞给我这张图片，女人的双眼在猫爪里眯成了几道纹。这个有趣的瞬间吸引我排队30分钟去看个究竟。小画展是插画师 Poshichi 与自己猫的各种有趣瞬间。我忽然想起昨晚一只灰白色的猫在走廊里轻声叫，它进了我们的房间，
还轻轻跃上床，然后又潇洒地走了。很遗憾我没有留下他的画面，但是有他来短暂做客，我们很开心。烤鱼定时并不是我的最爱，但这条烤鱼我觉得味道不错。早餐的小餐馆是一对老夫妇经营的，食客都是附近的老邻居。我们吃了老太太推荐的套餐，1份生菜，1碗汤，1份米饭，1点腌菜，很简单的全素餐。最后一件事是房东推荐我去感受一下明治神宫清正井。据说这里涌出的泉水有强大的正能量，能让人心情平静并带来好运。在去清正井的路上，会经过这一面墙，是九筒墙。东京的极致繁华，背后就是无数个这样的极致秩序组成的。在东京的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在狭小的民宿与繁华的街道之间寻找某种平衡，直到我遇到这口井。井水清冷，落叶无声。在这流动变化的世界里，我的生活秩序就像这片落叶，也像孤独的美食家五郎叔，总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角落。